可不可以講個實際一點啊？喊了這麼久了，為什麼喊了這麼久，解放軍還是沒有跨過那道海峽，不敢打？還是其實他們根本打不贏？他問的是什麼？阿共不敢打台灣，但炸不到他們的飛機。他繼續在騙台灣人，搞不好他是戰俘局，是不是收紅錢來炒作一些情緒來創造這個流量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個是 Cheap 最近的一篇哦，你看他的流量哦，106萬。為什麼喊了這麼久，解放軍還是沒有跨過那道海峽？是他們不想打，不敢打，還是其實他們根本打不贏？其實有時候必須佩服 Cheap 啊，他有一個點，他很懂得抓觀眾想要的問題。就阿共為什麼不敢打？其實這個問題在一個有讀書的人或者有學識的人的心裡面，它是一個很複雜的答案，它有很多的歷史因素都要了解。但是對 Cheap 來講，最簡單的是這樣：我主打一個下沉市場。阿共為什麼不敢打？啊，這麼久沒打了，不想打，不敢打，還是打不贏？那對大家就會覺得很興奮嘛。老共的世界觀，台灣不是一個分裂出去的地區，而是叛軍最後老巢。這怎麼會是對阿共的世界觀來說呢？那我就問嘛，那對老蔣的世界觀來說是什麼呢？其實當時的國軍對阿共來講是政敵呀。叛軍是指說原本先有阿共政權，然後才有反叛者，所以當時對於共產黨來講，國民黨就是共軍跟國軍的對壘。對國民黨當然會講共產黨屬於叛軍嘛，因為你本來是在我之下。但是怎麼會把它倒過來寫呢？光這用字遣詞就不符合歷史的邏輯。你可以看到他這個歷史觀就是非常的片面，而且運用的說辭其實基本上就不合邏輯，邏輯錯反。國民頭戰役，戰役的規模不大，但證明了解放軍陸戰還行，海戰就是旱鴨子。為什麼呢？因為經過了8年的抗戰，再加上國共的內戰哦，第一個中國既有的船艦基本被消滅也差不多了，但後來的船艦呢，多數是交給了，因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才是官方政府，所以多數的船艦就移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所以基本上共軍當時只能用萬船來啊。接着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為了圍堵共產勢力，第7艦隊直接開進台灣海峽。這下好了，原本只是能力不夠，現在變成了對手太強，且原本要解放台灣的主力全跑到了朝鮮半島，跑去抗美援朝。本來要解放台灣的主力去抗美援朝，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確實是過不來。但是解放台灣的主力從來沒有離開過福建跟廣東地區去打朝鮮戰爭，那是另外一批的部隊組成。長期以來，福建的經濟發展有問題，很大原因是因為要對台灣進行所謂的武力作戰的一個準備，所以很多時候它是以軍事建設為優先。韓戰結束後，美國沒有拍屁股走人，這時候的阿共剛打完韓戰，雖然平手，但自己也受了重傷。你要不要看一下韓戰的戰線怎麼推啊？我的天啊！第一階段，當時的朝鮮勞動黨，也就是我們說的金日成所帶領朝鮮的共產黨，一路往南推到了釜山附近，叫釜山包圍圈。因為當時南方的韓國大韓民國的政府啊，他的軍隊實在太爛了。再來第二階段啊，聯軍開始登陸，開始反攻啊，就一路又往回推。為什麼？因為整個朝鮮部隊幾乎沒有空軍的存在，所以呢，很多時候啊，朝鮮的部隊士氣高昂啊。問題前面還在打，後面的補給已經被炸了，所以就基本上打不贏，就一路又回推到鴨綠江畔。這個時候呢，抗美援朝就接受。那另外，蘇聯啟動了所謂蘇聯志願航空兵來制衡所謂美國在空中的一個優勢。那所以呢，兩邊就對峙嘛，對峙之後抵消了這個空中的優勢之後呢，兩邊再打，那就又推到了38度線。怎麼會說是這時候阿共受傷慘重呢？中蘇交惡，如果主力部隊南下打台灣，北邊老家可能會被蘇聯抄了。中國都在忙一些很瞎的事情，如先是大躍進，接着是大饑荒，死了幾千萬人，後來又搞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為了應對蘇聯，花了很大力氣在幹嘛？從1964年開始搞一個叫做3線建設，就是在中國的西北地區來進行所謂的建設戰略後方基地，把很多的所謂的在邊境附近的工業建設往後去遷，往後面去帶。但因為這些3線建設的推進啊，整個中國大陸在面對複雜的世界局勢，尤其在冷戰時期極為動盪，因為大家知道冷戰時期其實是可以分成前期、中期、後期，尤其進入冷戰中期的時候，蘇聯的威懾能力實在是太強大了，加上中蘇交惡，所以其實主要確實是應對來自北方，但是絕對不是不堪一擊。其實在這個時期，邊界的衝突跟摩擦是沒有斷過的。大躍進1957到1961。中印邊界戰爭1962年10月到11月，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中蘇交惡1963年開始。與此同時呢，在幹嘛？1960年開始，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66年第一顆地對地導彈，1967年第一枚氫彈，1970年第一顆人造衛星。代表什麼？你可以搭載火箭把核子彈射出去了。如果說他都在瞎折騰，
那為什麼老蔣不敢反攻大陸呢？我說一個就很好笑的話，像 Chip 這樣啊，自詡為所謂的台派嘛，深綠，但是他所有對於阿共敢不敢打台灣的這些片面的理解啊，都是國民黨史觀，這個就是老蔣敘事嘛，你們覺得很好笑嗎？但 Chip 很討厭講這事啊，不如透過讓利、經濟融合、ECFA法來收買人心，然後表面講和平，背地裡卻是軍火工廠火力全開。這也是為什麼2016年之後，他們的軍艦像下水餃一樣出來。這完全就是怎麼倒果為因啊！首先第一個加速建設軍事，這個從來就不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才開始。你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刷這個央視，他們常常會貼布告。什麼布告呢？就是對國家有積極貢獻的那些院士啊，沒有1950年代整個積累的部分，哪來的發展？殲6的發展很重要，因為我去成都飛機公司看過嘛。殲6 1964年交付，總共生產了4500架。然後2016年來了，開始軍演環島演習，笑死！你這節點算錯了吧你啊？2022裴洛西來台啊，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高強度的對台灣大規模軍演啊。從16年開始，那都只是小菜而已啊。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年輕一代的天然獨已不可逆。20年來幫對方買單、買包、吃飯付錢，我等了20年，人家非但沒有點頭，還直接告訴你，我想走自己的路。天哪，啊，頭很痛。解放軍並不會因為你台灣內部的所謂群體的意識改變而改變它既定的步程。對解放軍來講，始終就是準備好打一場而已，在犧牲最小化的情況之下完成台灣的統一，這就是解放軍的工作。美國認為自己被騙了幾十年，養大一個。笑死人了！美國老早在2001年就想動手了，好嗎？那是因為遇上了911事件。2008年次貸風暴的時候，難道中國沒有幫忙嗎？中國還幫，還給了很多啊，買了很多美債啊，是吧？上任之前，中美兩國友誼長青。他提出了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些目標，要求中國必須在國際上展現強權。中國夢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跟強權是經濟上的發展，不是軍事實力上的強權吧？軍事實力是隨着經濟正常發展上來的。為什麼不直接動手呢？簡單來說，能打贏跟敢開戰是兩回事。這個仗一旦開打，要付出的代價是以前的1萬倍。這些年中國經濟不好，房地產爆炸，地方債、青年失業問題。又來中國經濟不好啊！房地產爆炸，這是個錯誤的說法，是主動戳破了房地產泡沫來進行所謂的做傷害的控管。雖然戳破的時機點不太對，因為後來沒多久就是疫情就爆發了嘛。那房地產戳破也確實導致什麼消費的降級，這也很合理吧？因為房地產的戳破了，導致你手中的財務縮水了嘛，你會感覺到你自己沒錢嘛。李強就說了嘛，他這幾年繳的房貸啊，剛好就讓他的房價掉下去哦，差不多意思這個部分。爆炸是指你被迫把氣，比如說美國的2008年次貸風暴，就是因為槓桿玩得太大，炸裂棒。美國的次貸風暴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被主動的宏觀調控戳破是完全兩回事，好嗎？如果真的經濟不好的話，那照他的理論啊，經濟很好，所以要付出1萬倍代價。但現在既然經濟不好了，那是不是代價就下降了呢？所以這些人他的邏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西方世界、歐美日韓勢必發動像制裁俄羅斯那樣的金融核彈。這支影片如果做在2023年，甚至做在2024年，我都不覺得怪；甚至做在2025年上半年，我都不覺得怪。你做在2025年的12月25號，12月25號是幹嘛啊？川普跟普丁飛到阿拉斯加，兩個專程雙向奔赴，忙着在握手談瓜分烏克蘭，然後呢，在白宮怒懟澤倫斯基，甚至嗆澤倫斯基是個獨裁者。結果呢，這方的 Chip 還在發動俄羅斯的金融核彈，那金融核彈真有效，那俄羅斯早瓦解了嘛，幾乎是完全脫節的狀況。但俄羅斯是石油出口國，糧食還能自給自足，封鎖它沒有什麼用。而中國是世界工廠，依賴進口能源和糧食，也依賴好笑的地方來了。俄羅斯是石油出口國，那如果俄羅斯被金融制裁，那請問他石油賣給誰呢？所有的東西都能夠自產自銷嗎？那既然你都知道俄羅斯這樣，那我又問你一個問題，那中國當然依賴進口，那請問誰出口給他的呢？不是俄羅斯出口給他的。一旦被踢出 SWIFT 系統，中國幾十年累積的財富可能瞬間蒸發。SWIFT 要真那麼神的話，那俄羅斯的財富早就瞬間蒸發了嘛，不是嗎？為什麼中國沒有瞬間蒸發？什麼叫金融核彈？是按下去砰，然後所有的金融就消失嗎？錯 ，SWIFT 其實是一種金融資訊交換系統。
因為他常年使用這個系統，這個系統其實很落後，它是用的代碼來確認彼此的信用跟彼此銀行的正確位置，然後進行 Swift Call。你如果做過匯款就知道嘛，你做一個影片連 Swift 都不去理解，這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就中國人民銀行開發，為了對銀行進行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結算的支付系統。習近平很清楚，打台灣是為了鞏固權力。如果打台灣會失去權力，那他絕對不會打。我的天哪，我快瘋了！他對中國的體制一無知悉呀。如果習近平在當皇帝，幹嘛他第三任還要修憲呢？當到死不是馬上的分分鐘的事情。那習近平的家族為什麼沒有辦法接習近平的班呢？先研究過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架構好不好？江澤民當年傳給胡錦濤，胡錦濤交棒給習近平，是所謂的皇帝邏輯嗎？真正想當皇帝的是清德宗啊。另外，登陸台灣是人類史上難度最高的軍事行動。登陸台灣是人類史上難度最高的軍事行動，你要勸呢？甚至遠遠超過二戰的諾曼底登陸。怎麼判斷登陸台灣超過諾曼底登陸的難度？共搶上岸得先通過這4個地獄難關，第一關完全沒有偷襲的機會。那請問這一次這個軍演直接人啟動，12月15號的新聞啊，保衛台灣可能會失敗啊，在與中國軍事對抗中遇險境，其尖端設備特別是最大的航空母艦面臨被摧毀的風險。北京擁有無數替代方案，可替代美國自認為擁有的每一種軍事資產。600枚超高音速導彈可能在福特航空母艦、美國的海軍旗艦尚未抵達台灣之前就將其摧毀。所以你到底是看了哪一家的兵推？你要不要說一下？你是看了哪一家的青鳥兵推啊？我快暈倒了。台灣和美軍至少有1到3個月的預警時間。1到3個月確定嗎？這次人啟動幾個月？當天講，晚上就開幹了，甚至可以直接開幹了。軍輸船要在海上跑好幾個小時，這段時間他們就是雄風和魚叉飛彈的活靶子啊！所以大陸都沒有自己的防空飛彈，都沒有自己的攔截導彈。這種登陸艦是誰在做？這是諾曼底登陸級的，這台灣人還有在用啊？這圖都畫錯，亂畫一通，這是諾曼底登陸在用的。我的天哪！Cheap 啊 ，Cheap 啊 ，Cheap 啊！我的天啊 ，Cheap 啊，丟臉啊，真的好丟臉啊！我的天啊！這是台灣放在淡水河河口進行所謂的防止侵略的部分，簡易水雷，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打的，所以。而且海上極差，1年只有幾個月適合登陸，其他時間讓大到連人都能晃吐，更別說開坦克了。誰跟你開坦克穿越？我的天哪！你們看馬杜羅是被什麼抓的啊？馬杜羅是被2棲攻擊艦抓的啊。第3關上岸就是絞肉機，台灣西部海岸大部分是爛泥巴和小坡塊，重型裝備一上去就有沉船，全台灣能登陸的就只有14個海灘，國軍只要死守這幾個點，把這裡變成火網密集的陷阱就好。第4關你有沒有想過14個點國軍真的守得住嗎？你有沒有想過，那萬一對方真的不從14個海灘來登陸呢？但台灣只要簡單地把幾艘破船造成在航道中間，封鎖港口，解放軍幾十萬的部隊就會跟在孤島一樣，這就是為什麼阿共遲遲不打的原因。好，聽懂了哈。這當中只要這個環節出錯，首先第一個，我覺得他也是這樣時空非常混亂跟錯置哦。他自己都畫無人機了，全世界無人機最強是誰？反制無人機最強的是誰？然後呢，用這個2戰時期的這一種鐵棺材在運兵，這什麼時代了還用這種鐵棺材運兵？你有沒有看過阿共的登陸器啊？最近在南山島海灘上出現的一種特殊結構的自升式駁船，在外網引起高熱度討論，變成是一個搭建一個大型的港口。然後呢，這什麼時代了，還用人肉堆屍體啊？其實阿共的空軍系列導彈會第一時間針對機場跑道、發電廠、指揮中心進行點穴式打擊，甚至便宜的多管火箭炮搭配北斗衛星引導都有不錯的準確。火箭炮配合北斗衛星引導，火箭炮不是配合北斗衛星引導吧？火箭軍才需要北斗衛星引導吧？遠程火箭炮只要輸入好參數，還不需要衛星制導啊，因為衛星制導太貴了。50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它會用上衛星制導沒有錯，但是打台海不用到500公里啊，輸入完坐標啦，進行所謂的數據鏈引導結束了。會第一時間針對機場跑道、發電廠、指揮中心進行，而且基本上不是打發電廠，是打變電站。但台灣是全世界最愛挖洞的國家之一，花蓮的佳山、台東的志航基地都是把整座山挖空，導彈可以炸爛跑道，但炸不到山洞裡的飛機啊，所以沒有鑽地炸彈嗎？你這個畫的是機庫啊！我跟大家講哦，這個壞就壞在這裡，他其實 Chip 這個人邪惡就在這裡，他為了要賺流量，他不惜去宣導。你看這個是什麼？這個是小菊書裡面所宣導，這是黑熊他們所宣導的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打仗好像兒戲一樣，前面再打，後面繼續怎樣睡覺做一般的工作，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是他很壞的地方。你說他真的完全不懂嗎？他也沒有完全不懂，他有沒有去查？他也查了一點資料。其實第一波炸完之後就不會再炸了。為什麼？等你出來炸，打後勤部隊才是重點，消滅有生力量才是重點。無人機不是一直轟、一直轟、一直轟啊，是基本上先把你一些基礎摧毀完之後，你出來修跑了就炸你。過去的歷史來看，轟炸無法帶來勝利，反而會更加團結。轟炸無法帶來勝利嗎？可是烏克蘭哦，烏克蘭就甚至被轟炸炸垮的耶。台灣是個海島，無處可逃，島內的秩序必將大亂，假消息滿天飛。如果這個時候主戰派的台灣總統帶頭落跑，或者主戰派的政治人物登高一呼，那麼台灣很有可能在解放軍。你看哦，這個人也很壞，他還在替民進黨暗示嘛，穿綠色的就是穿藍色的就是統派，就他在故意在暗示。這個時候如果有政治人物出來喊和阿共談吧，不要讓年輕人無謂的送死，正在面臨生存危機的群眾耳裡會非常有吸引力，會想要不投了吧？所以這種越炸越團結有一個絕對的前提，台灣人會團結嗎？我不敢下定論。不是啊，光你這個錯誤的認知，我就覺得說台灣人很難團結，因為你一直在造謠，你一直在瞎雞巴亂講，你說預設的前提都是錯的，你所講的這一些所謂的武器的一些模式都是不正確的，跟事實距離這麼遠，光要跟你這種的團結，要怎麼團結呢？這種慘勝也等於戰敗，把台灣炸成焦土，自己的經濟倒退30年。經濟要怎麼倒退30年？我跟他講哦，我最受不了就是台灣的政客，比如說台灣政客專門創造謬論，解釋清楚怎麼樣經濟要怎麼樣倒退30年。阿共打完他的華為就突然就不會運作了嗎？他的電動車突然就停下來不會跑了嗎？俄羅斯打烏克蘭被全世界上最重的制裁是制裁的強度是朝鮮的10倍，有差嗎？有倒退30年嗎？這是隨便說隨便講，糟糕透頂。我就問嘛，日本在二戰的時候被2顆原子彈轟爛了，請問日本在戰後恢復的快不快？再來德國更扯，德國是整個國家被滅，兩邊的部隊，蘇聯的部隊是一路打到柏林中央啊，就占了一塊地啊。那請問德國有因為這樣崩潰徹底完蛋嗎？你還是要看具體狀況嘛。為什麼德國沒有崩潰？因為德國戰後之後，他擺脫了軍事分，因為他是戰敗國嘛，不用搞軍事了，所以大量的熟練勞工回到了家鄉從事工業生產，這些熟練工不可多得嘛。還要花幾兆人民幣重建？重建台灣不需要幾兆人民幣。我跟人民解釋，而且要打到什麼程度嘛？我就跟你講，這個很好笑。哪個傻逼會去把101大樓打成這個樣子啊？101大樓打這樣子沒有倒下來也是很好笑。不要創造一些沒必要的意象嘛！天哪，我真受不了。阿共要的是一個繁榮的台灣省，包含台積電的產能、完整的港口、運作的金融中心，而這種只能靠溝通、靠騙、靠滲透、靠內部瓦解，不能靠炸。那麼習近平的作戰計劃就必須假設美軍會介入，那麼要面對的就不只是國軍，還有全世界最強的美軍。全世界最強美軍，那趕快啊，趕快啊，幹嘛搞 G2？ 趕快打啊！美國會幫台灣，表面原因是對自由民主的承諾，但根據美國的過往言行，即便現在沒有拿下台灣，解放軍兩軍艦在4國南方演習，日本90%的能源和貿易都要經過台海周邊，台灣一掉，日本就形同被掐住脖子。那日本現在有辦法掙扎嗎？美國若失去台灣，美日同盟就會崩潰，美國將被迫退守到第2島鏈。美國現在已經在退守第2島鏈，你都不知道美軍已戰略轉進到關島，即將把關島建設成重要軍事基地。第3島鏈，把整個西太平洋拱手讓人。接着是晶片。好，再來問一個問題哦，把西太平洋拱手讓人不是很正常的嗎？請問美國在西太平洋有什麼重要的島嶼嗎？除了關島？請問美國在西太平洋有主要領土嗎？那美國人憑什麼把他的束手伸到西太平洋來呢？美國人是怎樣？他是帝國主義嗎？他不是號稱民主，不是號稱自由？他有尊重過亞洲人民嗎？退守到第2島鏈，甚至是第3島鏈，把整個西太平洋拱手讓人。接着是晶片，台積電掌握了全球90%的先進製程晶片。如果台海開戰 ，Apple、NVIDIA、特斯拉全部都要停擺，美國經濟會瞬間崩盤。就連美軍的 F-35戰鬥機、飛彈導引系統裡，美國經濟又要瞬間崩盤了。不要再老是用瞬間這2個詞，就沒有瞬間這種東西。那麼俄羅斯已經瞬間打了快4年了，還沒瞬間崩盤了。然後飛彈導引系統裡面的晶片不是重點，更重要的是稀土，別的稀土還真的 F-35造不出來啊！現在這裡還有一個事情，先進製程晶片根本就不是用在戰機上面的，戰機用的都是什麼大奈米數的，比如說28奈米數的這種的晶片，因為它的穩定性才高。你的晶片做的越小，它的電子越有可能產生逃逸的狀況。台積已經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以及科技體系融為一體。對於台積電、聯發科、日月光這些頂級科技巨頭的法說會、10簡報的投影片，語言全是英文。是英文，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為什麼？因為台積電本來就面向全世界，這是一件事。還有台積電早期的創辦人都是從美國回來的，這也是一個事實。但是台積電內部的工作語言是中文啊，這也是台積電到亞利桑那去設廠之後呢，曾經被美國勞工投訴嘛，全部使用中文歧視他們就業。所以總結來說啊，這個 Chip 又做了一個經典的廢話式文學啊，說的內容呢基本上不做非常清楚的一個討論跟陳述。
所以整體來講呢，這劇本就想當然耳，他把所有的事實忽略，把所有的內容忽略，就基本上他就只講他的觀眾想听的，然後他覺得對就是這樣啊，反正我流量大，所以我就漲，我就贏了，非常非常糟糕。靠腦補做影片，這也是我是服了。